我每天都要生吞上百条活生生的剧毒蛊虫，它们顺着我的喉咙爬进肚子里，在我的五脏六腑里疯狂乱窜撕咬，每次我都疼得满地打滚，指甲都生生抠断了。我也不敢喊出一声痛，因为只要我一泄气，这些毒物就会瞬间反噬。旁边的宫女吓得捂着脸直抹眼泪，我却倒在地上笑得比谁都高兴，只因我是苗疆几百年来唯一的圣女，自幼便被养在深宫。皇帝与族长早有约定，待我成年，我的心骨选定的皇子便是储君。上一世我不惜忍受弑心之痛，强行改变了心骨的选择，选择了我爱慕多年的大皇子。我用命为他培养最狠毒的蛊虫，倾全族之力助他平定中原。可他成为天下之主当日下的第一道旨意就是废我后位，灭我全族。我被砍断手脚，做成人偶，日日供奴隶打骂。什么圣女？就算没有你，我照样是中原之主，都是因为你，宁宁才会被迫嫁给别人而被折磨死。你就好好赎罪吧。重生后回到大殿上，这次我没有再改变心骨的选择，他娶心爱的歌妓，我家命定之人，皆大欢喜。可我10里红妆出嫁当日，他为何跪在我的轿前，双眼通红的求我嫁他？金銮殿上，皇帝威严的声音回荡在大殿上：今日心骨所选之人，就是冷月的夫君，也是下一任的国君。族长朝我点头，我打开手中精致的红木盒子，纯白无瑕的心骨出现在众人视线中。所谓心骨，是苗疆历任族长的心头血所供养的至纯至善之物。传言它可辨人善恶，判断人的气运。他选中之人，便是身怀大气运的至善之人，而唯有苗疆几百年难得一遇的圣女，才能唤醒他。我轻轻吹起口哨，心骨逐渐散发出香气。请诸位皇子滴血入骨，心骨所选之人会使它变成正红色。3位皇子相视一眼，眼神中都充斥着欲望，面上却是难为的表情。大皇兄还未到，我等也不好先策。皇帝震怒：不用管他，这么重要的日子他都敢污泥朕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皇子们这才上前，依次刺破手指，滴血入骨。二皇子的血融入骨后，心骨边缘沾染上微红。二殿下善良正直，可惜能力有所不足，无法收复蛮夷，一统中原。二皇子神色黯淡退下，另外2位皇子上前，心骨仍然是微红，并无变化。我心中微微一惊，3位皇子竟然都是良善之人。心骨遇善则红，遇恶则黑。他们虽能力不足，但心中却无恶意。身在皇家，这已是十分难得。皇帝脸上难掩失望之色，皇后眉眼中藏着喜色，语气中沾染上得意。现下只剩妍儿，说明妍儿就是心骨所选之人。皇上您看，要不直接下旨为圣女和妍儿赐婚？就在皇帝沉默时，萧灵言牵着楚宁宁赫然出现在殿上，看向他的眼神满是温柔，却在看到我时满是厌恶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父皇，既然儿臣被心骨选中，儿臣定会不负众望，继承大统。儿臣唯有一个心愿，请父皇允许儿臣迎娶楚宁宁为正妃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脸上都是惊讶。皇上当场砸了茶杯，龙颜大怒：糊涂！歌妓低贱的身份怎么能进皇室的门？来人，给我将歌妓拖出去！父皇，儿臣就算是死，也要娶宁宁为妻。萧灵言死死护在楚宁宁身前，眼神坚定。父皇，我是心骨唯一的人选，只有我才能继承大位。若不成全儿臣和宁宁，儿臣甘愿放弃大位，做一个庶民。你逆子！皇帝被气得满脸通红，止不住的咳嗽。皇子们见状纷纷劝道：大皇兄为了一个歌妓惹父皇不悦，不值得。难道在你心中95至尊之位还比不上一个歌妓吗？这世间的一切都不如宁宁重要。萧灵言重重磕头，望父皇母后成全。我的心中没有掀起任何波澜，毕竟他对楚宁宁的爱，上一世我已经见识过了。眼看皇上就要让步，我红唇微起。大皇子还未滴血入骨，一切尚未可知。上一世心骨选中的人根本就不是萧灵言，只是我用半数心头血强行改变了他的选择。萧灵言冷笑一声，语气嘲讽：除了我，还有别的皇子没试过吗？既然圣女不信，那本皇子便证明给你看。自信的样子让我微微一愣，几乎可以确定他也重生了。一滴鲜血滴入心骨中，洁白的心骨开始逐渐变红，直到全部变成正红色。萧灵言得意抬起下巴，不屑开口：圣女这下信了吗？本皇子就是心骨选中的人，如果你能够恪守规矩，我不介意将你一起纳入府中。但我的正妃只能是宁宁。皇上面露犹豫，皇后有心维护自己倔强的儿子。皇上，圣女心骨选中之人是储君，这是先祖传下的。本宫看只能为了天下苍生，暂时委屈圣女了。见我不说话，楚宁宁当即哭唧唧开口：奴婢能得殿下赏识，已经是3生有幸，奴婢什么都不要，只求能够一直陪在殿下身边，照顾殿下。我身份低贱，怎么敢跟圣女姐姐争抢？将来和姐姐一同入府后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好姐姐，绝不敢叫姐姐受了委屈。萧灵言心疼不已，替她擦掉眼泪，面对我满脸怒意：亏你还是苗疆圣女，还不如宁宁识大体，你非要仗着自己身份去欺负弱者吗？南冷月，你们苗疆都是这般仗势欺人吗？明明我什么都没说，他却已经定了我的罪。
皇上脸上也有了一丝动容，显得我像个棒打鸳鸯的恶人。我微微一笑，行礼。皇上，大皇子和楚姑娘这里情深，臣女愿意成全他们。萧凌颜微微挑眉，似乎有些惊讶我的大度。上一世我经常为了楚宁宁跟他吵架，因为太爱他，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。可这次我一定会成全他们这对苦命鸳鸯。我低头看着心谷边缘逐渐变黑，继续开口道：但大皇子要娶谁，本就和我。话还没说完，被楚宁宁娇滴滴的声音打断。殿下，奴婢头好痛，就好像被针扎一样，好难受。萧凌颜紧张的抱起楚宁宁，快步离开了大殿，着急的甚至忘记了跟皇上告退，心有些忍不住抽痛。对他来说，楚宁宁果然比一切都要重要，就是不知道他在楚宁宁心里是否也这样重要呢？上一世，楚宁宁没有跟我一起加入东宫，在萧凌颜相思成疾时，楚宁宁却妄想爬上龙床取代皇后的位置，被发现后被皇后秘密处理，扔进了乱葬岗。只是萧凌颜并不知道，他将楚宁宁的死都归根于我。回过神来，我将完全变黑的心骨呈到皇帝面前。皇上，心骨完全被黑，说明此人心狠手辣，暴虐成性，根本不是楚君的合适人选。皇后神情愤怒，怒斥道：放肆！这不可能！妍儿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？定是你心生怨怼，故意报复妍儿。皇上，这些巫蛊之术不可轻信啊！皇上没有理会皇后，眼里生出疑惑。现下所有皇子都滴血入骨，新骨却没有选择一人，难道朕的江山就无人继承了吗？我摇摇头，轻声开口：不，还有一位皇子。来到寺庙里，我推开后院最偏僻的木屋门，一个挺拔的后背映入我的眼帘，跟我前世闭眼前看到的后背一模一样。不同的是，此时的他干净如雪，并没有满身鲜血。冷月，我来迟了，对不起，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以后不会再有人敢伤害你了。前世他滚烫的热泪掉在我冰凉的脸庞上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一心修佛的他会为了我杀红了眼，眼泪控制不住的掉落。我声音哽咽：我来了，娶我好不好？他拨动佛珠的手一顿，呼吸声重了几分，牵着佛珠的细绳猛然断裂，佛珠洒了一地。我脸上露出微笑，答案显然易见。走出后院，经过大殿时，萧凌颜正跪在垫子上，虔诚的磕头祈福，愿佛祖保佑宁宁一生顺遂，无伤无痛，所愿皆得。曾经我母亲病重，我在佛前为她祈福时，萧凌颜冷斥道：这世上哪有佛，不过是骗你这样的愚蠢之人。可现在他为了博楚宁宁一笑，甘愿成为了自己口中的愚蠢之人。我闭上眼睛，默默许愿，只愿这事我与萧凌颜再无瓜葛，我的族人平安幸福。刚睁眼便对上萧凌颜戏谑的眼神。你竟然还跟到这里来了，南冷月，别以为你在父皇面前让步就会博得我欢心。太子妃的位置本来就是宁宁的，今后你入了东宫，安分守己，尽心侍奉宁宁，我也不会太难为你。否则，话里的警告意味十足。前世我陪萧凌颜征战沙场，不惜消耗生命启动苗疆禁术，大败敌军。凯旋归来当日，我替他挡下了敌军的暗箭，利箭刺穿我的胸膛，离心脏只差分毫。萧凌颜却在听闻楚宁宁死在乱葬岗后，当场砍断我的手脚，拔掉我的舌头，将我制成玩偶，日日搓磨。你真是好狠毒的心肠，竟然趁着出征安排人杀害宁宁。你以为陪我出征，我就会原谅你了吗？我要让你日日都为他忏悔，让你们整个苗疆都陪葬。此事本跟我毫无关系，但萧凌颜认定就是我所为。苗疆所有族人一个个全部死在我的眼前，指甲深深嵌入手心。我深深吸气打断他：殿下多虑了，我要嫁的人不是你。萧凌颜讪笑一声，语气讽刺：所有人都看到了，新谷选择的人是我，你不嫁我还想嫁谁？难道你们苗疆还有那个本事抗旨不遵？南冷月欲擒故纵对我没用，不要在我面前耍任何花招，我只会觉得恶心。我不愿再同他纠缠，转身正要离开，楚宁宁却突然冲上来跪在我身前，扯着我的衣袖苦苦哀求：姐姐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和殿下生了嫌隙，我自知身份地位，姐姐厌恶我也是应当的，我今后定会小心谨慎，不会惹得姐姐不快，更不敢同姐姐争抢殿下。楚楚可怜的模样，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我冷冷打断他：我可没有什么妹妹，你今后如何也同我无关。我抽出衣袖，不愿再看他自导自演，不料楚宁宁却顺势倒在地上，发出尖锐的惨叫声，看上来痛苦极了。圣女，奴婢知错了，好痛！圣女惩罚奴婢是应当的，奴婢甘愿受罚，只是恳求圣女不要迁怒于殿下。宁宁，你怎么了？萧凌颜紧张的双手颤抖，楚宁宁的手腕上出现一片红肿，她的贴身侍女当场捂嘴惊呼：这是苗疆有名的毒虫所咬，听闻这种蛊不会夺人性命，却会让人心生郁闷痛苦不已，唯有将怒火发泄出去，简直荒诞至极。鲜红的印子分明就是新鲜的掐痕。萧凌颜站起身来，一巴掌重重扇在我脸上，带着滔天怒火：真是蛇蝎心肠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架起来堵住嘴！还没反应过来，他的暗卫已经将我压在地上，嘴被粗布堵住，发不出声音。萧凌颜温柔地扶起楚宁宁，宁宁用力扇他的脸，
快将怒火发泄出去。这不好吧？奴婢怎么能对圣女姐姐下手？殿下，我没事。萧凌言脸上焦急，掺杂着怒火。这都是他咎由自取，何况今后入了东宫，你是太子妃，教训一个侧室有何不可？楚宁宁咬牙，一脸内疚的模样。那就对不住姐姐了。她抬手狠狠扇在我脸上，力道大的在我脸上留下了鲜红的印子，根本就不像是中毒的模样。一下下扇在我脸上，没有给我留一丝时间喘息，空气里充斥着响亮的耳光声，直到楚宁宁扇得气喘吁吁，她才停下手。殿下，奴婢好像没事了，真是委屈姐姐了。脸上火辣辣的疼，完全失去了知觉，生理性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口中的粗布被取出，可脸颊肿的我发不出一点声音，稍微一动，舌头便是火灼烧般的痛。南冷月，希望你记住这次教训，再有下次就不是扇巴掌这么简单了。萧凌言小心翼翼搂着楚宁宁离去，擦肩而过时，楚宁宁侧身用力将我撞倒在地上，眼神里尽是轻蔑挑衅。我忍痛回到寝宫，侍女吓了一跳，连忙替我消肿。是谁竟然敢伤害圣女？奴婢这就去请皇上做主。不必，我在皇宫里从未受过分毫委屈，身份地位比公主更深，这笔账将来我必定亲手讨回。大婚当日，我身着正红色凤纹嫁衣，10里红妆，上百斤假禁军一路相送，直至东宫门口。轿外突然传来萧凌言的怒斥声：“南冷月不懂规矩，你们也不懂吗？她一个侧妃怎么配这样的阵仗？来人，快给我撤了！”早已守候在东宫门口的皇子一头雾水，试探问道：“大皇兄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今日你不是和那歌妓楚姑娘大婚吗？”萧凌言不明所以，脸色难看起来。姑是楚君，当然是来东宫。你们难道不是一直在等姑吗？见萧凌言已改了自称，皇子们神色慌乱。大皇兄，父皇确实为你和楚姑娘赐婚，但并未封你为储君。储君是呢。萧凌言却好像听到什么笑话似的，打断他冷笑出声：“我看你们都是被南冷月下蛊了，竟敢随意编造圣旨！”他怒气冲冲跳下马，手即将掀开我轿子的帘子时，身后传来威严的怒喝：“萧凌言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惊扰姑的太子妃！”萧凌言手一顿，转身就看见萧泽安身穿绣着龙纹的婚服，坐在高大的黑马上，正目光凌厉地看着他。怔愣好一会儿，萧凌言才想起来，这是他将近10年未见的五弟五皇子萧泽安。10年前，五皇子的母妃敬贵妃因病去世后，皇上伤心欲绝，也一病不起。有术士断言是贵妃带走了皇上的福气。在群臣压力下，萧泽安被迫去寺庙为皇上祈福，这一去就是10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萧泽安的安排。他不喜朝堂的纷争和皇室间的争斗，失去了母妃，他也就丧失了留在宫里的理由。萧泽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没有父皇的准许，竟敢擅自出庙，你是在诅咒父皇！萧凌言目光一冷，视线落在他的婚服上。来人，将此人给我拿下！竟然穿太子服制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在场禁军却无一人听他号令。萧泽安露出顽劣的笑容：“大皇兄，看来他们不听你的号令呢。”萧凌言手背青筋尽露，他拔出腰间的佩剑，一剑划破了马前禁卫的咽喉。不听太子令者，死！鲜血溅落，周围百姓大惊失色。萧泽安目光冰冷，拔出佩剑，剑拔弩张之时，太监高昂的声音让所有人跪拜在地。圣旨到！我走出花轿，跪在地上。萧凌言目光冰冷看向我，2道旨意，一道是封萧泽安为太子，一道是为我和太子赐婚。儿臣接旨。萧泽安接过圣旨，扶起我，正准备引我入东宫。这不可能，太子怎么可能是你萧泽安？当时父皇母后还有皇帝们都亲眼所见，新谷选中的人明明是我才是储君，怎么可能是萧泽安？他自幼就在寺庙，他有什么资格做储君？公公，一定是父皇搞错了，对不对？太监鞠躬行礼。大皇子，咱家只负责传达陛下旨意。萧凌言拽过我，一把掀开我的红盖头。冷月，你应该最清楚，你新谷选中的人是我，当着百官和百姓的面，谁才是你的未婚夫？我红肿的脸颊瞬间暴露在众人视线里。萧泽安眉头紧皱，伸手抚摸我的脸颊，声音中带着愠怒：“冷月，你的脸是怎么回事？谁上的？”我视线落在面前的轿子中，这是大皇子妃教的规矩。萧凌言眼神冰冷：“大皇子妃以下犯上，冒犯太子妃，来人给我掌嘴！”侍卫将楚宁宁从轿中拖下来，抬手便重重扇在他满是脂粉的脸上。殿下救我！殿下！大皇子冲过来，一脚踹开侍卫。萧泽安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你根本就不是太子！我拿出木质盒子，声音清脆响起：“既然大皇子有异议，那便当众再验一次。”萧凌言紧紧盯着我，却没从我脸上看到任何情绪。他没得选，咬牙上前刺破手指，鲜血落入心骨中，洁白的心骨逐渐变得正红色，鲜艳无比。不管再验多少次，新谷选择的人都是……萧凌言得意的声音未落，心骨便从正红色变得黝黑。这怎么可能？上次明明不是这样的，
南冷月，一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！萧林言愤怒地打翻盒子，手指愤怒地指向我。旁边的皇子看不下去，上前小声劝解道：“大皇兄，其实上次你离开不久，心骨就变成了黑色，所以父皇并未下旨立你为储君。”好，萧林言不敢置信，怎么可能？明明上一世……是啊，明明上一世心骨选中的皇子就是他。萧林言一直以为他就是天选储君，可他不知道，那是我强行用了半条命操纵心骨的结果，最后却落得不得好死、全族被灭的悲惨下场。萧泽安举剑划破手指，血滴入地上的心骨中，原本纯黑的心骨顿时变得雪白，再变得浑身血红，鲜艳刺眼。上世和这世，心骨选择的人从来都是五皇子萧泽安。皇上和我一直都心知肚明。当日我向皇上说明时，他沉默许许才开口。心骨果然名不虚传，泽安这些年虽然身在寺庙，却始终是朕众多皇子中最优秀的一个，也一直是朕心目中储君的不二人选。只是他向来不喜朝堂，恐不愿继承大统。但萧泽安会为了我走出佛堂，只为了我。掌心传来萧泽安手掌的温度。大皇兄若无事，便带着你的皇妃回去完婚吧。郭要和太子妃入府了。萧林言下意识地拉住我的袖口，脸色难看。南冷月，你真的要嫁给萧泽安？我知道你是为了上次的事情置气，只要你以后安分守己，我答应分你一些宠爱，给你2个孩子傍身。现在就跟我回去成婚。我冷冷甩开他的手。大皇子请自重，这样对你太子妃怕是不合规矩吧？我从未说过我会嫁给你，我要嫁的人一直都是五皇子萧泽安，是我一直爱慕的人。萧林言不敢置信，声音中夹杂着一丝慌乱。不可能，京城谁不知道？这些年你一直爱慕于我，一直追在我的身后，你爱的人明明就是我，怎么可能是未曾谋面的萧泽安？他双眼逐渐泛红。南月别闹了，侧妃确实委屈你了，我给你正妃之位可好？身旁的楚宁硬忍着脸颊的肿痛，嘶喊出声：“殿下不可！你明明答应我的，让我做太子妃的，我不要做妾。”萧林言却好像没听到似的，只是深深地注视着我，仿佛想从我脸上看到曾经的爱意。我眼神冰冷，淡淡开口：“大皇子，苗疆圣女的夫婿是储君，您请自重。还有你的皇妃，好像失心疯了。来人护送大皇子回府。”萧林言被禁军压着，不断挣扎，双眼几乎通红。不是这样的，南月，你说过此生非我不嫁的，心骨选择的人就是我，你的夫君只能是我，我才是储君。禁军押走他们后，场面恢复了热闹，敲锣打鼓声响彻东宫上空。在众人的祝贺声中，萧泽安牵着我跨进了东宫的正门。和前世不同，上一世我大婚之日门庭冷清，下着大雨。萧林言不但没有出现接轿，还下令只允许我从侧门走进去。暴雨打湿了我的婚服和鞋袜，而我在新房里独守了一夜空房。第2日遭到全京城耻笑，萧林言却带着楚宁宁招摇过市，花费万金为他打造凤冠，只为博他一笑。京城中更是流传着楚宁宁是民间太子妃的流言。可萧林言不知道，正是他这种过度的宠爱刺激了楚宁宁心中的欲望，她不甘心只做民间太子妃，她想要真正的戴上凤冠，受万人朝拜。爬上龙床的那一刻，就是她的死期。收回思绪，我看到房门外来回踱步的身影。殿下何不进来？南月，我记得你不喜酒味，待我沐浴更衣后再来见你，可好？我微微惊讶，从小族长便教我，圣女的喜好不可轻易暴露在人前，他是如何知道的？殿下进来吧。萧泽安推门而入，掀开我盖头的手轻微颤抖。南月，能陪在你身边，我真的好开心。他从怀中取出2块精致的绿豆糕，梅花纹路跟我母亲生前做的一模一样。我们初次相识于墙头下时，你给我吃的绿豆糕，我终生难忘。一些尘封的记忆涌上心头。7岁那年，我贪玩想要跑出宫，却看到一个身着太监服的小孩爬墙，在他落地时，我操控蛊虫救了他，并给了他绿豆糕，嘱咐他那边有个狗洞可以回殿上，你赶紧回去，被发现了是要掉脑袋的。没想到这么一件稀疏平常的事情，却让他记了我一辈子，并愿意为我付出性命。眼眶微红，我向前吻上了男人的唇。萧泽安微微一愣，闭眼深情地回应我：“一夜春宵。”清晨陪嫁丫鬟为我洗漱时，一脸解气地说道：“如今全城可都在笑话大皇子瞎眼了。昨天大皇子在东宫一闹，大皇子府的宾客可都跑光了。听大皇子的下人说，他们大皇子妃就是那楚歌妓，可是朝大皇子发了好大一通火了，还砸了不少东西，质问大皇子为什么不是储君，他为什么太子妃，还吵着让大皇子把宾客们抓回来为他贺喜。最后大皇子被他扔的茶杯砸破了头，一怒之下将他关进了柴房，听说哭喊了一夜呢。”我垂眸没有说话，和萧泽安穿着朝服去面见皇上谢恩时，刚到大殿门口，便看到正跪在地上的萧林言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愿听父皇母后安排，迎娶苗疆圣女冷南月。先前是儿臣不懂事，儿臣会给圣女道歉，还请父皇下旨为我和南月赐婚。处事身份低微，儿臣会让她安分守己，做个妾室，求父皇母后成全。皇上龙颜大怒，一个茶杯摔过去。胡闹！你把圣旨当作什么了？你把朕当作什么了？婚事岂是儿戏？你让文武百官如何看你？你让百姓又如何看你？
况且南越身为苗疆圣女，她的夫君只能是储君。如今你没有那个资格。萧林言的刚结痂的伤口再次裂开，鲜血顺着脸颊流下，他的眼里尽是不甘。父皇，当日在大殿上新谷选中的人明明就是儿臣，定是萧泽安要挟了南越，才让他强行改变结果的。这些年，萧泽安整日在寺庙吃斋念佛，根本就没有储君的能力，这让百官和百姓如何信服？皇上低头翻阅着奏折，皇后心疼看向自己儿子，帮他开口求情。言儿说的有理，就算是新谷所选，那也需德才兼备，否则如何能守住陛下的江山？站在殿外的萧泽安垂眸，让我看不清他眼底的神色，但他牵着我的手，力道却有些加重。萧泽安从小就是宫中太师们夸赞的奇才，智谋无双，文韬武略，想要证明自己完全不是难事。只不过他有致命的软冷，便是他对我的情。但我苗疆圣女从来都不会是任何人的软肋。我轻拍他的手，殿下，我会助你。看着我坚定的目光，萧泽安漆黑的瞳孔迸发出光亮。萧泽安抬头看向皇上，父皇，母后和大皇兄言之有理，为了向天下人证明，儿臣愿意出征收复北地和南方蛮夷，一统天下。我跟着行礼，儿臣请求随殿下出征，助殿下一臂之力。皇上龙颜大悦，当场就下旨，待你凯旋归来之日，便是你即位之时。萧林言眼眶欲裂，撕心裂肺喊道：父皇不可，出征一统天下的人是我萧林言，恳求父皇收回成命。混账！皇上愤怒地打断他，来人，把大皇子给我押回皇子府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。萧林言双眼通红，看向我，冷月，我知道你是怨我护着楚宁宁，从前的事是我不对，像以前一样回到我身边，我答应你，等你助我平定天下那日，我定立你为后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撼动你的地位。我垂眸看向他，就像他曾经垂眸看向被做成人偶的我一般，眼神满是厌恶和恨意，再没有从前一丝的爱意。大皇兄说笑了，这些话可是大逆不道，往后就不要再说了。我此生只会有太子一位夫君。萧林言不可置信地被拖下去。为什么南冷月？为什么明明你爱的人是我？声音逐渐消失在殿内。我和太子回到东宫，选定将领和制定战略。3天后，我们便在全城百姓相送下，带着10万大军浩浩荡荡离开京城。消息传到了幽闭的大皇子府里，萧林言一脚踹翻书桌。为什么？南冷月怎么可能不嫁给我？一个黑色的蛊虫从盒子中掉落出来，萧林言捡起来，怔怔地看了他许久，才想起来我曾经说过的话。这是我们苗疆的真爱蛊，它可以识破所有的谎言，只要滴血入蛊，便能识别此人心中的爱意。脑海中浮现出我滴血入蛊的画面，蛊虫浑身散发着漂亮的粉色光芒。萧林言，你看，我是真的很爱你。可真爱蛊如今为何变黑了？难道我真的不爱他了吗？萧林言气急，想要将他扔出窗外，可手一顿，这是我留给他为数不多的东西了。殿下，臣妾做了一些降火的小点心。楚宁宁端着盘子，柔柔地走进屋，眼神却在看见蛊虫时闪过阴狠。从柴房出来后，楚宁宁便跟变了个人一般，不再大吵大闹，而是体贴入微地照顾他。乖巧懂事，清甜的汤汁入口，萧林言的心中泛起一丝柔软。他看着面前爱了2世的女人，终究是有些心软。怎么瘦了？臣妾这几日看殿下心绪不佳，担心殿下。话还没说完，一只泛着绿光的蛊虫猛然直奔萧林言。殿下小心！楚宁宁推开萧林言，自己挡在他身前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。萧林言拔出剑，将蛊虫一劈为2，紧张地将楚宁宁抱在怀中。可当他看清蛊虫时，眼神一暗。这是楚宁宁养的毒蛊，上世他出征前，楚宁宁曾经将这只蛊虫给他护身，蛊是不会咬住人的，所以楚宁宁身上的伤口是假的。楚宁宁虚弱地咳出一口血。殿下，这是苗疆毒蛊，臣妾可能将来都无法陪在殿下身边了，唯有一愿，臣妾想要死在我们初时的草原上，而不是这冰冷的皇宫里。萧林言捏着楚宁宁，不受控制地加大力道，眼神中涌出恨意。他为了眼前这个女人，放弃了储君之位，放弃了苗疆圣女，让皇上皇后失望至极，几乎失去了一切。可面前这个女人对他却只有算计，甚至上演苦肉计，只为了假死离开他。楚宁宁，就算是死，你也会死在我身边。楚宁宁眼神闪过怨毒，吹起口哨，1分为2的毒蛊当即狠狠咬向萧林言，剧痛逐渐侵蚀了萧林言的大脑。萧林言，既然你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不留情面了，到手的太子之位都会被人夺走，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废物。意识逐渐模糊时，萧林言旁佛看见15岁的我，替他挡下射过来的暗箭，稚嫩的声音充满虚弱。殿下，我喜欢你。楚宁宁虚弱地咳出一口血。殿下，这是苗疆毒蛊，臣妾可能将来都无法陪在殿下身边了，唯有一愿，臣妾想要死在我们初时的草原上，而不是这冰冷的皇宫里。萧林言捏着楚宁宁，不受控制地加大力道，眼神中涌出恨意。他为了眼前这个女人，放弃了储君之位，放弃了苗疆圣女，让皇上皇后失望至极，几乎失去了一切。可面前这个女人对他却只有算计，甚至上演苦肉计，只为了假死离开他。楚宁宁，就算是死，
你也会死在我身边。楚宁宁眼神闪过怨毒，吹起口哨。1分为2的毒蛊当即狠狠咬向萧凌言，剧痛逐渐侵蚀了萧凌言的大脑。萧凌言，既然你找死，那就怪不得我不留情面了。到手的太子之位都会被人夺走，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废物。意识逐渐模糊时，萧凌言旁佛看见15岁的我，替他挡下射过来的暗箭，稚嫩的声音充满虚弱。殿下，我喜欢你。许是心中恨意过深。萧凌言眼前逐渐清明，他强撑着一口气，拿起剑，狠狠刺进了背对着他的楚宁宁胸口。剑哐当一声掉落在地上。暗卫赶来之时，萧凌言还剩下最后一口气。仓库里有个苗疆的箱子，我死后将我和他葬在一起。替我跟太子妃说，对不起，南冷月。如果再重来一世，我一定……话没说完，萧凌言已经没了气息。与此同时，我和萧泽安正潜入敌军营帐，我暗暗操控蛊虫，直接取敌军将领首级。在萧泽安出色的计谋下，和前世不同。我们并没有损失惨重，而是非常顺利的便取得胜利。班师回朝那天，文武百官都跪拜在城门口，恭迎太子和太子妃。回宫路上，百姓一路鲜花相送。次日便举行了继位大典，萧泽安牵着我的手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。皇上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！在我便服出宫采药时，萧凌言的暗卫终于见到了我，他跪在我面前，递过一个玉佩。殿下死前一直握着这枚玉佩。他说这辈子有负于娘娘，如果来世定。我没有接过玉佩，只是看着不远处的坟头，许久才平静开口。不管重来多少次，我再也不会爱上萧凌言。将大皇子和大皇子妃葬在一起吧。另外，苗疆的东西不得随他入内。萧凌言不配。回到宫中，萧泽安突然从背后紧紧抱住我。南月，这次我终于护住你了。滚烫的热泪掉落在我温热的手背上，我转身吻上男人温润的唇。我爱你，萧泽安。